第一回，宴桃园豪杰三结义，斩黄金英雄首立功。话说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周末七国纷争，并入于秦。及秦灭之后，楚汉纷争又并入于汉。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，一统天下。后来光武中兴，传至献帝，遂分为三国，推其治乱之由，代始于桓、灵二帝。桓帝禁锢善类，重信宦官。及桓帝崩，灵帝即位，大将军窦武、太傅陈蕃共相辅佐。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，窦武、陈蕃谋诛之，做事不密，反为所害。中捐自此愈横。建宁2年4月望日，地狱温德殿，方声作，殿角狂风骤起，只见一条大青蛇从梁上飞降下来，盘于椅上。帝惊倒，左右急救入宫，百官俱奔避。须臾，蛇不见了。忽然大雷大雨，加以冰雹，落到半夜方止，坏却房屋无数。建宁4年2月，洛阳地震，又海水泛溢，沿海居民尽被大浪卷入海中。光和元年，此鸡化熊。6月朔，黑气10余丈，飞入温德殿中。秋7月，有红线于玉堂、五原山岸，尽皆崩裂，种种不祥，非止一端。帝下诏问群臣以灾异之由，议郎蔡邕上书，以为泥堕积化，乃复似干政之所至，沿颇切直。帝览奏叹息，因起更衣。曹节在后妾室，悉宣告左右，遂以他是献庸于罪，放归田里。后张让、赵忠、封须、段珪、曹节、侯览、简硕、程况、夏运、郭盛10人朋比为奸，号为十常侍。帝尊信张让，呼为阿父，朝政日非，以致天下人心思乱，盗贼风起。时巨鹿郡有兄弟3人，一名张角，一名张宝，一名张良。那张角本是个不第秀才，因入山采药，遇一老人，闭眼童颜，手执藜杖，唤角至一洞中，以天书3卷授之曰：此名太平要术，汝得之，当代天宣化，普救世人，若蒙一心，必获恶报。角拜问姓名，老人曰：吾乃南华老仙也。言讫，化阵清风而去。角得此书，小夜恭喜，能呼风唤雨，号为太平道人。中平元年正月内，疫气流行，张角散失浮水，为人治病，自称大贤良师。角有徒弟500余人，云游四方，皆能书符念咒。此后徒众日多，角乃立36方，大方1万余人，小方6、7千，各立渠帅，称为将军。俄言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遂在甲子，天下大吉，令人各以白土书甲子2字于家中大门上。清、幽、徐、冀、荆、扬、延、豫8州之人，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。角遣其党马元义，暗击金帛，结交中捐封须，以为内应。角与二弟商议曰：治难得者，民心也。今民心已顺，若不成事取天下，诚为可惜。遂一面私造黄旗，约期举事，一面使弟子唐州持书报封须。唐州乃径赴省中告变。帝召大将军何进调兵擒马元义，斩之，赐收封须等一干人下狱。张角闻之事入，星夜举兵，自称天公将军，张宝称地公将军，张良称人公将军。申言于众曰：今汉运江中，大圣人出，汝等皆宜顺天从政，以乐太平。四方百姓果黄金从张角反者40、50万，贼势浩大，官军望风而靡。何进奏帝火速降诏，令各处备御，讨贼立功。一面遣中郎将卢植、黄甫松、朱卷各引精兵，分3路讨之。且说张角义军前犯幽州界分，幽州太守刘焉，乃江夏竟陵人士，汉鲁公王之后也。当时闻的贼兵将至，赵校尉邹靖计议。靖曰：贼兵众，我兵寡，明公一作速招军应敌。刘焉然其说，随即出榜招募义兵。榜文行到涿县，引出涿县中一个英雄。那人不甚好读书，性宽和，寡言语，喜怒不形于色，素有大志，专好结交天下豪杰。生得身长7指5寸，两耳垂肩，双手过膝，目能自顾其耳，面如冠玉，唇若涂脂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，汉景帝阁下玄孙，姓刘，名备，字玄德。昔刘胜之子刘真，汉武时封涿鹿亭侯，后作骤金狮侯，因此遗这一支在涿县。玄德祖刘雄，父刘弘，弘曾举孝廉，亦常作吏早丧。
玄德有孤，弑母至孝，家贫，范据之席为业。家住本县楼桑村，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，高5丈余，遥望之，彤彤如车盖。向者云：此家必出贵人。玄德幼时，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，曰：我为天子，当乘此车盖。叔父刘元起其言，曰：此儿非常人也。因见玄德家贫，常资给之。年15岁，母使游学，常师事郑玄、卢植，与公孙瓒等为友。及刘焉发榜招军时，玄德年已28岁矣。当日见了榜文，慨然长叹。随后一人厉声言曰：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，何故长叹？玄德回视其人，身长8尺，豹头环眼，燕汉虎须，声若巨雷，势如奔马。玄德见其形貌异常，问其姓名。其人曰：某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，世居涿郡，颇有庄田，卖酒屠猪，专好结交天下豪杰。适才见公看榜而叹，故此相问。玄德曰：我本汉室宗亲，姓刘，名备，今闻黄巾畅乱，有之欲破贼安民，恨力不能，故常叹耳。飞曰：吾颇有资财，当招募乡勇，与公同举大事，如何？玄德甚喜，遂与同入村店中饮酒。正饮间，见一大汉推着一辆车子到店门首歇了，入店坐下，便唤酒保，快斟酒来吃，我待赶入城去投军。玄德看其人，身长9尺，然长2尺，面如重枣，唇若涂脂，丹凤眼，卧蚕眉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。玄德就邀他同坐，叩其姓名。其人曰：吾姓关，名羽，字寿长，后改云长，河东解良人也。因本处世豪，已是伶人，被吾杀了，逃难江湖5、6年矣。今闻此处招军破贼，特来应募。玄德遂以己志告之。云长大喜，同到张飞庄上，共议大事。飞曰：吾庄后有一桃园，花开正盛，明日当于园中祭告天地，我3人结为兄弟，协力同心，然后可图大事。玄德、云长齐声应曰：如此甚好。次日，于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，3人焚香，再拜而说是曰：念刘备、关羽、张飞虽然异姓，既结为兄弟，则同心协力，救困扶危，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皇天厚土，实见此心，备义忘恩，天人共戮。势必拜玄德为兄，关羽次之，张飞为弟。祭罢天地，复宰牛设酒，聚乡中勇士得300余人，就桃园中痛饮一醉。来日收拾军器，但恨无马匹可乘。正思虑间，人报有2个客人引一伙伴当，赶一群马投庄上来。玄德曰：此天佑我也。3人出庄迎接。原来2客乃中山大商，一名张世平，一名苏双，每年往北贩马，尽因扣发而回。玄德请2人到庄，置酒款待，诉说欲讨贼安民之意。2客大喜，愿将良马50匹相送，又赠金银500两，鞭铁1000斤，以资器用。玄德谢别2客，便命良将打造双股剑。云长造青龙偃月刀，又名冷焰锯，重82斤。张飞造丈8点钢矛，各置全身铠甲，共聚乡勇500余人来见邹靖。邹靖引荐太守刘焉，3人参见毕，各通姓名。玄德说起宗派，刘焉大喜，遂任玄德为职。不数日，人报黄巾贼将程远志统兵5万来犯涿郡。刘焉令邹靖引玄德等3人，统兵500前去破敌。玄德等欣然领军前进，直至大兴山下，与贼相见。贼众皆披发，以黄巾抹额。当下2军相对，玄德出马，左有云长，右有翼德，扬鞭大骂：反国逆贼，何不早降？程远志大怒，遣副将邓茂出战。张飞挺丈8蛇矛直出，手起处，刺入邓茂心窝，翻身落马。程远志见折了邓茂，拍马舞刀，直取张飞。云长舞动大刀，纵马飞迎。程远志见了，早吃一惊，措手不及，被云长刀起处，挥为2段。后人有诗赞2人曰：英雄录影在今朝，一是毛兮一是刀。初出便将威力展，3分好把姓名标。众贼见程远志被斩，皆倒戈而走。玄德挥军追赶，投降者不计其数，大胜而回。刘焉亲自迎接，赏劳军士。次日，
接待青州太守公瑾牒文，炎黄金贼围城江县，起次救援。刘焉与玄德商议，玄德曰：备愿往救之。刘焉令邹靖将兵5000，同玄德、关、张投青州来。贼众见救军至，分兵混战。玄德兵寡不胜，退30里下寨。玄德谓关、张曰：贼众我寡，必出奇兵，方可取胜。乃分关公引1000军伏山左，张飞引1000军伏山右，鸣金为号，齐出接应。次日，玄德与邹靖引军鼓噪而进，贼众迎战，玄德引军便退。贼众乘势追赶，方过山岭，玄德军中一齐鸣金，左右两军齐出，玄德挥军回身复杀。3路夹攻，贼众大溃，只赶至青州城下。太守公瑾亦率民兵出城助战，贼势大败，缴戮极多，遂解青州之围。后人有诗赞玄德曰：运筹决算有神功，二虎还须驯一龙。初出便能垂尾骥，自应分鼎在孤穹。公瑾靠军壁，邹靖欲回。玄德曰：近闻中郎将卢植与贼首张觉战于广宗，备悉曾师事卢植，欲往助之。于是邹靖引军自回。玄德与关、张引本部500人投广宗来，至卢植军中，入帐施礼，俱道来意。卢植大喜，留在帐前听调。时张剿贼众15万，执兵5万，相聚于广宗，未见胜负。直谓玄德曰：我今为贼在此，贼弟张良、张宝在颍川与黄甫松、朱卷对垒，如可引本部人马，我更注入1000官军，前去颍川打探消息，约期剿捕。玄德领命，引军星夜投颍川来。时黄甫松、朱卷领军拒贼，贼战不利，退入长社，依草结营。松与卷计曰：贼依草结营，当用火攻之。遂令军士每人束草1把，暗地埋伏。其夜大风忽起，2更以后，一齐纵火。松与卷各引兵攻占，贼寨火焰张天，贼众惊慌，马不及鞍，人不及甲，四散奔走。杀到天明，张良、张宝引败残军士夺路而走。忽见一彪军马尽打红旗，当头来到，截住去路。为首闪出一将，身长7尺，细眼长须，官拜骑都尉，沛国谯郡人也，姓曹，名操，字孟德。操父曹嵩，本姓夏侯氏，因为中常侍曹腾之养子，故冒姓曹。曹嵩生操，小字阿瞒，一名吉利。操幼时好游猎，喜歌舞，有权谋，多机变。操有叔父，见操游荡无度，常怒之，言于曹嵩。嵩责操，操忽心生一计，见叔父来，诈倒于地，作中风之状。叔父经告嵩，嵩即视之，操故无恙。嵩曰：叔言汝中风，今已愈乎？操曰：儿自来无此病，因失爱于叔父，故见亡耳。嵩信其言。后叔父但言操过，嵩并不听，因此操的自意放荡。时人有强选者，谓操曰：天下将乱，非命世之才不能济，能安之者，其在君乎？南阳何勇见操，言汉室将亡，安天下者，必此人也。汝南许绍有知人之名。操往见之，问曰：我何如人？绍不答。又问，绍曰：子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也。操闻言大喜。年20，举孝廉为郎，除洛阳北都尉。初到任，即设5色棒10余条于县之4门，有犯禁者，不必豪贵，皆责之。中常侍简硕之书，提刀夜行，操巡夜拿住，就棒责之。由是内外莫敢犯者，威名颇振。后为顿丘令，因黄巾起，拜为骑都尉，引马步军5000前来颍川助战。正值张良、张宝败走，曹操拦住，大杀一阵，斩首万余级，夺得旗幡、金鼓、马匹极多。张良、张宝死战的脱。操见过黄甫松、朱卷，随即引兵追袭张良、张宝去了。却说玄德引关张来颍川，听得喊杀之声，又望见火光烛天，即引兵来时，贼已败散。玄德见黄甫松、朱卷俱到卢植之意。松曰：张良、张宝是穷力乏，必投广宗，去依张角。玄德可即星夜往助。玄德领命，遂引兵复回。到的半路，只见一簇军马护送一辆砍车，车中之囚乃卢植也。玄德大惊，滚鞍下马，问其缘故。植曰：我为张角，将刺可破，因角用妖术，未能及胜。朝廷差黄门左峰前来打探，问我索取贿赂。我答曰：军粮尚缺，
安有于前奉承天使？作风邪恨，回奏朝廷，说我高垒不战，堕慢军心。因此朝廷震怒，遣中郎将董卓来带将我兵，取我回京问罪。张飞听罢，大怒，要斩护送军人，以救卢植。玄德即止之曰：朝廷自有公论，如岂可造次？军士簇拥卢植去了。关公曰：卢中郎已被逮，别人领兵，我等去无所依，不如且回涿郡。玄德从其言，遂引军北行。行午2日，忽闻山后喊声大震。玄德引关，张纵马上高冈望之，见汉军大败，后面漫山塞野，黄巾盖得而来，其上大书天公将军。玄德曰：此张角也，可速战。三人飞马引军而出。张角正杀败董卓，乘势赶来，呼吁三人冲杀，绝军大乱，败走50余里。三人救了董卓回寨。卓问三人现居何职？玄德曰：白身。卓甚轻之，不为礼。玄德出，张飞大怒曰：我等亲赴血战，救了这厮，他却如此无礼，若不杀之，难消我气。便要提刀入帐来杀董卓。正是人情势利古犹今，谁识英雄是白身？安得快人如翼德，尽诛世上负心人。毕竟董卓性命如何？且听下文分解。